欢迎来到新闻频道。当您订阅频道时，演员们会很高兴。实话实说，谭松韵哪都好，但是有一个致命的缺点让她没有大火。有网友热议地说，谭松韵哪都好，但是有一个致命的缺点让她没有大火，那就是她的长相有一定的局限性，太可爱了。虽然她已经34岁了，但是还是幼态脸，也就是娃娃脸，特别显嫩显年轻，倒是也导致了她的戏路比较窄。她饰演青春校园剧和古灵精怪的角色，特别出彩，但是其他剧就反响平平，导致观众和制作方都定位为少女型演员，转型困难。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觉得谭松韵的长相在演艺事业中既是优势也是局限，但并非决定她未能大火的唯一因素。这张娃娃脸是谭松韵演艺路上的双刃剑。出道初期，她是拦路虎，在北电读书时，她拼命打扮，试图摆脱小孩标签，剧组试镜也常因脸太嫩被拒。像最好的我们导演起初就不看好26岁的她演高中生耿耿，可谭松韵没有气馁，她把劣势转为优势，凭借这张极具少女感的脸，将青春校园剧里的角色诠释得灵动鲜活。穿上高中校服的她，在最好的我们里，满屏都是青春的懵懂与青涩，让观众完全忽略她的真实年龄。以家人之名里顶着蘑菇头的李尖尖，活泼俏皮，撒娇耍赖，毫无违和感。谭松韵的娃娃脸具有极高的辨识度和亲和力，饱满的面部软组织，圆润的眼型与短下巴构成典型的幼态特征。这种长相让她在诠释少女角色时浑然天成。例如《最好的我们》中的耿耿，以家人之名中的李尖尖均深入人心。其甜美自然的形象也赢得观众缘，尤其在青春校园剧和古灵精怪的角色中表现突出。但是有人觉得她长期的角色类型重复，缺乏新鲜感，观众也会审美疲劳。幼态脸虽显年轻，但也可能限制角色类型的多样性。部分观众和业内人士认为她难以驾驭气场强大的职场精英或复杂深沉的角色。例如在古装剧《锦心似玉》中，她的造型被诟病缺乏古典韵味，而职场剧《请叫我总监》中的表现虽获认可，仍有观点认为其外形与成熟职业女性存在一定违和感。再加上她本人低调、佛系、曝光度低，不炒作，不立人设，没有大火也是情有可原。像她说的，有合适的戏就拍，没有也行，就可以看得出来，她也不追凭大火。近年她通过《兰香如故》《蜀锦人家》等剧尝试突破，以眼神和微表情传递角色的复杂性，逐渐展现从少女感向多元气质的过渡。尽管如此，市场对其少女专业户的固有印象仍需时间打破。谭松韵性格低调，较少参与综艺或话题炒作，曝光度相对较低。她本人曾表示，有合适的戏就拍，没有也行，对事业保持顺其自然的态度。这种佛系作风可能影响流量积累。虽然没有大火，但是她顺其自然，没有很强的功利性，也是很受人喜欢。只要未来能在现实主义题材里突破形象限制，应该知名度也会有所提升。娱乐圈对演员的年龄和外形的隐形门槛较高，尽管谭松韵的娃娃脸延缓了年龄焦虑，但市场对30+女演员的期待往往偏向成熟女性角色，而这类角色与其外形适配度存在矛盾。此外，她的身高162厘米，在部分场景如古装戏中可能影响角色气场的呈现。你们觉得谭松韵会突破本身固有的角色限制吗？